家里废弃的眼镜盒千万别扔，其实它是个宝，只是静待大家发掘。改造好了，家里小孩呢都要抢着用呢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几乎每个家庭呢都有一些眼镜盒，无论是老花镜、近视镜还是太阳镜，它们都匹配了眼镜盒，并且呢这些眼镜盒做工非常精美，质量也超级好，里面呢摸起来非常柔软。对于那些不再使用的眼镜盒，有的朋友呢早忘了把它放在家里的哪个角落了，上面都已经沾满了灰。而有些觉得放在家里面比较碍事、占地方的朋友，索性呢就直接把它扔掉了。这样做呢就太浪费了，不要随意丢弃，因为它们可以把废物变成宝藏，发挥意想不到的实用性。许多家庭已经开始使用废弃眼镜盒来提高生活的便利性。一起往下看。针线家家户户都有，主要用来缝缝补补。虽然时代在进步，好看便宜的衣服层出不穷，但是家里面的裤子衣服如果只是简单开线了，我们也会自己缝补两下，所以每家每户呢都会有针线。但是由于很多朋友都不善于收纳，以至于每一次用完针线之后呢就找不到了，或者就随意的放在一个袋子里乱糟糟的，一不小心还容易砸到自己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眼镜盒利用起来啦。尤其是这些针呢非常的尖锐，如果家里面有小孩，如果我们把它随意摆放在家里面，这样呢就非常的危险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眼镜盒里放上1-2块吸铁石，这个吸铁石可以被紧紧的吸附在盒子的每个角落。因为眼镜盒材质中呢含有铁的成分，或者眼镜盒本身呢就带有磁性，所以它可以稳稳的吸附住吸铁石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家里面经常用到的针线，然后呢依照顺序排列好，全部都吸附在吸铁石上面。只要是尖锐一点的物品，如果放在家里面比较害怕小朋友触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附在上面。最后呢我们再把线呢也放进去。因为这个眼镜盒上下都是有空间的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上好几个线圈的，储存空间很理想哦。这样一个针线收纳盒还是很完美的，下次需要针线的时候只需要打开呢就可以使用了。而且针可以一眼就看到，自己需要哪根随意拿去，不会浪费时间。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，还可以放好几个颜色的针线。然后呢再把眼镜盒盖起来，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小朋友都摸不到。即便是摸到了，1-2岁的小朋友想要打开一个眼镜盒还是挺费力的，因为眼镜盒的开关设置，成人想要打开都要花费些力气呢，所以对付3岁以下的小宝宝还是挺安全的哦。妙用2：收纳小工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小物件，比如剪刀、锉刀、指甲剪等，家里剩下的小螺丝、螺母等5金配件，需要的时候呢往往找不到。这时候废眼镜盒呢就可以派上大用场，收纳这些小工具，既方便收拾用取，又能有效避免丢失。直接将这些零散的小物件妥善地存放在眼镜盒当中，既能保持家居环境整洁，又能保证随身携带。眼镜盒呢也可以作为硬币的储存盒，硬币体积小容易丢失，集中储存在眼镜盒当中，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样眼镜盒就具有存钱盒的功能，使硬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，作用还是挺多的吧。妙用3：在女性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，说起七零八落的，首当其冲就是首饰了。虽说是首饰，但戒指、手镯、项链、耳环等品种繁多，形状和尺寸也各不相同。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过因为没有好好整理收纳，项链的链条缠绕的问题。耳饰的收纳呢也非常重要。爱美的女孩子呢总是有很多的耳环，
但是耳环太多呢，就会经常出现丢失的现象。因此，耳环的收纳呢也必不可少，否则过不了多久，您就会发现它们变黄、变绿，变得没有光泽度。这个时候再拿去首饰店清洗维护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，无论您的首饰是多是少，收纳的烦恼都是一样的。那么，我们不妨用眼镜盒试试。先把柔软的眼镜布搭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把首饰整齐的摆放在上边，再把眼镜布盖上来，盖上盖子，那么我们的首饰呢就可以被很好的收纳啦。防水、防潮、防摔。众所周知，我们的眼镜布十分的柔软，一块柔软的眼镜布通常附在眼镜盒上，不仅可以用来擦眼镜，还可以作为珠宝的保护垫。把金银首饰放在眼镜布上，可以避免首饰之间的摩擦，保持其持久的光泽。这样一来，每次打开盒子，漂亮的首饰就一览无余，方便又时尚，是不是一举多得呢？妙用4，有时出门身上没包，零钱钥匙又没有地方装，这时呢，我们就可以用眼镜盒来制作啦。把零钱和钥匙放在眼镜盒里，然后我们可以准备一根这种宽一点的绳子，然后把绳子装在这个眼镜盒的夹角这里，再把盖子盖上来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小包包啦，还特别有造型感呢。上学的孩子很喜欢买各式各样的钱包，还要跟最好的朋友买同款不同颜色的，但是每次回家以后呢，用不了2次就不了了之，总是感觉浪费钱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眼镜盒，每次都给孩子做不一样的零钱包啦。或许您曾经忽略了这个小小的盒子，却未曾想到它竟然能如此百变。这些巧妙的利用方法，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，也为眼镜盒注入了新的灵魂。废弃眼镜盒的新生活，其实正是我们发现身边小物之美的一个缩影。合理利用，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，节省费用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废物变成宝藏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您起到一定的帮助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，请在下方评论留言，记得给我点赞和转发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，我是瑶瑶，再见。